编织可以疗愈，因为存在温度。你今天好吗？欢迎收看疗愈编织，我是君。今天跟我一起勾这个可爱的化妆包吧。我们今天所要准备的材料有这些。首先呢，是2卷 Pasta 布条线。我今天要用14号的线来做示范，那这个颜色呢是28号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准备一条17到20公分的拉链，然后一个拉链扣，再一个做装饰的扣子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准备的工具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把布条线呢从中间拉出来，它中间呢有一个纸板，所以很好取出线材。我们从中间取出线材，取出线，比较方便我们编织。那我们会使用7号的钩针，这款布条线很适合初学者。我们今天钩的这个化妆包也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呢，我要钩8个锁针，先打一个耳之后，我们来编织8个锁针。我们编织好8个锁针之后呢，我们开始来编织第一排。首先在第一排的位置呢，我会钩2个锁针当做起立针，但是它不是第一针哦。然后我将它转过来，我在刚才的第8个针目里面钩一个长针。我要在同一个针目当中呢钩3个长针。我首先要做一个椭圆形的包底，我钩3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当中。这是我们的第一组。接下来的6个针目，我们都要钩长针，一个针目钩一个长针。总共我们要编织6个长针。我们会在头尾的部分呢，头尾的针目呢钩6个长针，然后在两旁呢各编织6个长针。我们来到最后一针，最后一针呢，我们要钩6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当中。这是第2个。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，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目当中编织6个长针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下记号。6个针目的第1个针目呢，我们挂上记号扣，挂上记号扣的位置呢，都是我们等一下要加针的部分。我们刚才第1个针目忘记挂记号扣，我再把它挂上去。所以在第1个针目呢，不包含起立针，我们有3针，接着是6个长针，最后一个针目呢，
我们同一个针目当中，我们钩6个长针。接下来我们跟旁边一样，每一个针目呢要钩一个长针，总共编织6次。我们这次要顺便把起头的这个线头包覆起来。这是我们6针当中的第1针。第2针，记得把后面的线头包覆起来。我们编织好了6针，我们后面的线尾部分把它剪断。接下去我们回到了这个第1针。第1针目呢，刚才我们编织3个长针，现在我们一样要编织3个长针，这样子头尾的部分就会各有6个长针。我们编织3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。我们同样挂上一个记号扣，方便我们等一下辨认。这3个部分都是要加针的。头尾呢，我们各有6个针目。这样子，我们的第1排就编织完毕。我们在第1个针目的地方做一个引拔针，结束第1排。这样子，我们两边各编织6个长针，头尾的针目呢，也是各编织6个长针。所以第1排的位置呢，我们有24针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各排的加针减针表。我们底部的话会是4排，所以在第2排我们会加12针，以及第3排、第4排我们都会各加12针。每排的头尾部分呢，我们都会加6针。在第5排呢到第7排我们会维持60针。到了第8排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减针，各减10针，直到第10排的位置。在第11跟12排，我们会维持30个针目。这是我们的加针减针表。我们开始第2排的编织，我们先钩2个锁针当做起立针。我们第2排要开始编织花纹。钩了2个锁针当起立针之后，我们会在同一个针目里头，第1个针目呢，我们先钩一个长针。由于前面3针呢是我们要加针的部分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在前面的3个针目各加1针。我们的图案都是一个长针加一个外钩长针。现在我们把一个长针跟一个外钩长针加针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我们挂上记号扣之后，开始编织我们的第2个针目。第2个针目一样是一个长针加外钩长针，都是在同一个针目里头。接着呢，是第3个针目，我们也要加针，先钩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头钩一个外钩长针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前面3个针目的加针。我们将前面3个针目变成6个针目，接下去的6个针目呢，我们都是同样的编织方法，1针长针，1针外钩长针。如果你有钩我上一个包包的话，那底部的方法是一样，只是这一次呢，我们会钩
比较小版的，我们要将同样的编织方式呢，钩一个化妆包。加针减针呢，只有跟上次的半月形的包包呢，有一点点些微的差别，但是底部的编织方式是一样的。好了，我们完成6个针目不加针，来到了记号扣的位置呢，这6针呢，我们都是要加针，我们要将6针变成12针。同样的，我们都是一个长针加一个外钩长针。这样子，我们总共要编织6次。我们同样在加针的第一个针目挂上记号扣，每个记号扣都是我们要加针的部分。我们完成了这6个针目的加针，所以同一个针目，我们有6个长针，然后再加6个变化型的长针跟外钩长针，所以我们变成12针。接下去的6排呢，我们就是用同样的方法不加针，一个长针加一个外钩长针，这样子我们要钩3组。再来，我们又遇到记号扣，最后面这3针呢，我们也是要加针，我们要将3针变成6针。同样的，先一个长针，再一个外钩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当中，我们再挂回记号扣。这样子的动作，我们总共要做3组。所以我们完成了3针变6针的加针动作。我们回到了第一个针目，我们用一个引拔针做结束。这样子，我们就完成了第2排的编织。那第2排的编织呢，我们从24针变成36针。接着第3排呢，我们同样用2个锁针当做起立针，然后我们第一个针目呢，一样是钩一个长针，我们挂上记号扣。这一排呢，我们会循着加针不加针的动作来编织，所以第一针呢，我们是加针，所以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头呢，再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第2针呢是不加针，我们沿着这样的一个顺序，所以第3针呢会是长针，长针、外钩长针、长针、外钩长针，这样的顺序我们不会改变。第1个针目加针，第2个针目不加针。现在来到了第3个针目，第2排的第3个针目呢，我们会加针。由于前一个针目是长针，所以我们这个针目会是外钩长针。我们先钩一个外钩长针，同一个针目我们要加针，我们要加针长针，所以我们要翻到比较后面，看到这个 V 字形，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头钩一个长针。第3排的第4个针目呢，我们是不加针。由于前面一针是长针，所以我们这一针会钩外钩长针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2组的加针。接下来这个针目呢，我们会是加针。
我们先钩一个长针，因为前一个针目是外钩长针，我们钩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头再钩一个外钩长针。我们沿着长针、外钩长针这样的编织顺序来编织。前面3个针目呢，前面3组的针目呢，我们会是加针不加针，加针不加针，加针不加针，这样子我们完成3组，我们就将前面的6个针目变成9个针目。接下去的6排都是同样的编织方法，我们是不加针的。前一个针目如果是长针，我们现在就钩外钩长针，所以我们是以外钩长针、长针这样子的针目来编织，编织6个。这6个针目会比较好辨认，如果前一排是外钩长针，我们就会是钩长针；如果前面一个针目像这个是长针，我们就会钩一个外钩长针。我们这样的花纹是经过设计的。这6个针目我们都不会加针，以外钩长针、长针这样的顺序钩3组，这样图案会变得非常的立体。我们来到加针的部分，还记得吗？这6组呢，我们会是用加针不加针、加针不加针这样子的一个顺序来编织。由于前面一个针目呢，我们是长针，所以这针我们会钩外钩长针。我们先钩一个外钩长针，但是我们会加针，再钩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头。我们挂上记号扣。接下去我们是不加针，由于前面一个针目是长针，现在我们会钩外钩长针，我们就用这样子的顺序，然后用加针，这个针目是加针，下面一个针目是不加针，这我们就完成了第2组。接下去第3组到第6组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编织，我们要完成6组。好啦，我们已经完成了6组的编织，所以我们会由原本的6个针目变成12个针目。现在呢，第3排我们会变成18个针目，我们可以确认一下是18个针目。接下去呢，这6个针目完全不加针，一样循着这样的次序，外钩长针、长针，这样编织3组。我们又来到记号扣这里的位置，这边有6针，我们要将6针呢变成9针，所以我们一样沿着加针不加针、加针不加针、加针不加针这样的次序编织。第一个针目我们是加针的，一个外钩长针跟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接着这个针目呢是不加针，再来是加针。头尾各加6个针目之后呢，我们完成了这一排的编织，这是第3排。我们用一个引拔针做结束。
所以呢，第3排的位置呢，我们已经由原本的36针呢变成48针。我们现在要来到了底部的最后一排，第4排，我们一样先钩2个锁针，当做起立针。在同一个针目，第一个针目当中呢，我们开始编织。那这边的顺序呢，我们会是用不加针、不加针、加针、不加针、不加针、加针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编织。所以第一针我们也是钩长针，我们挂个记号扣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第二针呢是我们的外钩长针，也是不加针。第3针呢我们会是加针的，我们先钩一个长针，同一个针目我们钩外钩长针。我们沿着这样的顺序，我们将3针变成4针，不加针，不加针，加针。我们已将第3排的9针变为12针，总共有12针。接下去呢，一样都是6针，两旁都是编织6针。而底部这6组呢，我们会将18针呢加针为24针，同样是按照不加针、不加针、加针的方式。而最后呢，这3组呢，我们也是用同样的编织方式，我们就完成了第4排的编织。我们用一个引拔针呢来做结束，头尾有24针，然后两旁是6针6针，所以总共呢是60针。我们继续编织2个锁针，当做起立针，开始我们的第5排编织。